其實是小王子探索自己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個過客。他真正需要珍惜的，還是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號，今天是星期二，每週二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老師，你也可以成為我的會員，加入老師的會員。支持老師的工作哦。好，那麼今天我們要說的這則故事呢，是家家戶戶啊，不是家家戶戶，是家喻戶曉。為什麼我說家家戶戶？是家喻戶曉的一則故事哦。我的畫面是不是怪怪的？今天的聲音有點怪怪的，真的嗎？這樣聲音很小，是不是？不知道為什麼。對了，戴耳機上課，所以這個聲音是耳機出來的。現在聲音正常了嗎？大家可不可以幫我聽一下？我的聲音正常了嗎？現在好了，好，沒問題。好，老師剛剛說這個《白蛇傳》哦，《白蛇傳》這則故事呢是家喻戶曉的一則民間故事哦。好，誰幫我打一下家喻戶曉？家喻戶曉的意思就是家家戶戶都知道，每個人都知道的，很普遍的，就是蠻有名的一則故事哦。所以這個我覺得中文學習者，像你們這樣的中文學習者呢，也應該要知道這樣的故事啊，因為這算是一個對於中國人，對於華人來說，這是一定要知道的一則故事，特別是在端午節的時候。端午節的時候呢，你們一定會聽到大家在說這則故事，甚至還有很多電視劇也是演《白蛇傳》的故事哦。好，那麼我們就開始講今天的故事吧。對，《白蛇傳》。好，什麼叫傳呢？傳就是一種文體哦，一種傳記，就是傳指的就是我要介紹這個人的故事，所以我們會說什麼什麼傳啊。所以當你看到什麼什麼傳，這邊可能是一個人的名字，那意思就是我這本書就是要介紹這個人的生平或故事啊，生平或故事啊，家喻戶曉，對，傳記的意思哦，就是我要講這個故事的意思啊。好，我打一下好了，家喻戶曉，家喻戶曉，家喻戶曉。就是家家戶戶都知道的故事哦，家喻戶曉。好，家喻戶曉。對，傳就是像 like 英文要怎麼說？我們是說傳記哦，就是我在講述這個人的生平或這個人一生的故事，我們就會說傳哦，傳哦。好 ，OK。好，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故事吧。
好，今天就不跟你們一個一個人打招呼了哦，我們直接開始。好，好，故事一開始是很久以前，有一位年輕人救了一條小白蛇。好，那各位同學，年輕人救了小白蛇，這裡有兩位獵人哦，那獵人他們要殺了小白蛇，他們可能想要吃蛇肉啊，所以他們想要殺死這條小白蛇，但是呢，這個年輕人出來阻止了他们。這個年輕人的造型哦，在中文來講，我們可以叫他書生，就像以前的讀書人啊，英文你可以翻譯成 scholar，like student scholar 啊 ，discipline 啊 ，disciple， 好，對，蛇肉啊，獵人想要殺了這條小白蛇，因為獵人想要吃蛇肉哦。Hello， 喬馬，好，那這個保護小白蛇的年輕人哦，其實你看他穿的衣服，手上還拿着一本書，這個在過去我們會叫他書生哦，好，斯文的一個書生哦。好，我們繼續往下看。那年輕人救了小白蛇，對不對？好，那對獵人啊，小白蛇想要報答這位年輕人。白蛇修煉了數千年，用法術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女人，名字叫做白素貞。好，小白蛇知道這個年輕人救了他，所以他一直想要報答。報答就是你對我好，你對我有恩惠，所以我以後一定也要幫助你。這個叫做報答。老師，你也是書生嗎？我算是書生哦。喬馬，你也是書生。喜歡讀書的人，我們都可以叫他書生啊。喜歡閱讀、喜歡讀書的人，看起來很斯文的男生哦。書生是男生哦，我們都可以叫他書生。好，數千年後，這個年輕人已經死了吧？這個等一下我會告訴你們哦。好，那修煉是什麼意思呢？在古代的中國哦，認為像蛇、烏龜啦、青蛙啦，這些動物或植物是可以通過修煉變成一個有法術、有 magic、有法術的妖精吧。所以如果他們修煉了數百年、數千年，這些動物們它就可以有法術，他們可以把自己變成人形、人的形狀，把自己變成任何人。所以在古代中國會認為動物只要通過修煉就可以有法術，他們就可以用法術把自己變成人，或者做一些事情哦。好，人類會修煉嗎？人類不叫修煉，人類叫修行哦。人類不能用修煉哦，人類要用修行哦。修煉一般是指動物啊，傳說中動物是可以通過修煉，然後學習法術，然後可以把自己變成很厲害的妖精啊。女生不能讀書啊。慧君，古代的中國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女生是不讀書的。但是如果在古代有女生喜歡讀書，而且很有才華，我們可以叫她才女，才女啊。好，才女，你們知道才女？以前的女生如果是有才華、會讀書的，我們叫她才女。但是呢，以前因為男女不平等，我們是重男輕女，所以不希望女生會讀書，不希望女生有才華，所以我們有一句話：女子無才便是德。好，老師也吃蛇肉嗎？老師吃素啊。對，女子無才便是德。你們喜歡學這些便是德，女子無才便是德，就是女生不要有才華，也不要愛讀書，這樣就是有品德的女生哦。好，
好的，那所以小白蛇修煉了数千年，那它就不是小白蛇，它是大蛇，一條很大很大的蛇，所以它就把自己用法術把自己變成了美麗的女人，名字叫做白素貞。白素貞，好，我們看看白素貞，她想要報答這位年輕人，所以她做了什麼事情啊？好，年輕人投胎轉世了很多次，在這一世，他的名字叫許仙。好，剛剛 Mandarin 說數千年之後，這個年輕人早就死了啊，沒有錯。但是呢，在中國對於這個輪迴的觀念，對於生死的觀念，就是你死了之後會投胎轉世，變成另外一個人哦。所以你死了之後，你會變成另外一個新的人，你會投胎轉世。所以這個是中國對生死的輪迴觀念。所以的確，這個年輕人早就死了，但是他變成一個新的人了。他在這一世變成 A， 在下一世變成 B， 在下一世變成 C。這個叫輪迴轉世，輪迴轉世哦。好，所以呢，他這幾千年裡輪迴轉世了很多次，他變成了不同的人啊，但是他就是救那個小白蛇的那個人哦。好，那麼在這一世呢，幾千年後，在這一世，他的名字叫做許仙。這個年輕人在這一世，在 in this life。在這一世，他的名字叫許仙。好 ，OK， 好，那當然呢，許仙就是我們的男主角了哦。女主角是剛剛那條白蛇，叫白素貞哦。好，到這裡你們可以聽得懂哦。好，那我們就繼續看。其實這是一個很淒美的愛情故事哦，所以很多人都特別喜歡《白蛇傳》這個故事，因為很淒美。什麼叫很淒美呢？就是這個是個悲劇，這個愛情故事是個悲劇，它不是喜劇，它是悲劇。但是呢，是個很美麗的、很浪漫的愛情故事啊。輪迴聖，沒有輪迴聖啊。對，輪迴轉世或投胎轉世啊。好，淒美的愛情故事，淒美的愛情故事啊。好。是個悲劇，但是其實是很浪漫、很美麗的一則愛情故事，叫淒美的愛情故事啊。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許仙跟白素貞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哈米德說，我看過一部或一出電視劇叫《白蛇傳》，對，應該就是同樣的一個戲劇啊。白素貞來到杭州。好，你們知道杭州就是有西湖的那個地方哦。杭州尋找許仙，兩人第一次見面就覺得彼此很親切，後來他們成親了。好，各位同學，你會對一個人覺得很親切，那表示你看到這個人你會覺得很熟悉，這個人可能很隨和，他跟你談得來，他好像你的親人或你的好朋友一樣，雖然你們是第一次見面，但是你們就覺得好像親人或朋友一樣，所以你會覺得對方很親切哦。好，所以他們第一次見面就覺得他們似曾相識，他們好像是曾經見過面一樣，所以他們就一見鍾情了，所以後來他們成親了。什麼叫成親呢？用現代的中文來說是結婚，所以成親是古時候的中文的詞彙，我們會用成親。古代的人結婚，我們就說成親。好，請你們記得，因為以後你們看中國的電視劇，特別是看古裝劇的時候，你們常常會聽到成親這個詞。其實呢，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結婚，他們倆結婚了。他們倆結婚了，好，成親了，好 ，OK， 好，你看啊，哇，在西湖旁邊成親了，感覺以後會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對不對？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他們開了一家藥店，常常幫助別人。可是許仙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其實是一條蛇。我們都知道白素貞是一條蛇，因為她修煉了數千年，所以她把自己變成了一位美麗的女子。那許仙並不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呢，他們結婚了，而且他們開了一家藥店。開了藥店就可以把藥材賣給別人，那可以醫治別人的病，對不對？所以他們常常幫助別人啊，常常幫助別人，一見鍾情，對，他們倆一見鍾情啊。好，可以了解了。好，感覺白素貞跟許仙他們過的日子很幸福耶，而且他們都知道要幫助別人。他們把藥材賣給別人，給別人治病，所以感覺他們是很善良的一對夫妻，感覺也很不錯，對不對？好，我們再往下看。端午節那天，許仙聽說喝雄黃酒可以驅趕蛇和害蟲。好。你們知道端午節嗎？端午節的時候，一般是天氣最熱的時候。那個時候啊，天氣最熱的時候，有很多蛇、昆蟲出現。所以端午節那天啊，我們常常呢有的人會帶香包或香囊來驅趕蛇或害蟲。有的人會喝雄黃酒。好，雄黃酒是一種就是這種酒，蛇跟害蟲特別怕這種酒所以如果你喝了這種酒，你就可以驅趕這些蛇跟害蟲好為什麼做夫妻不聊老婆的背景呢？白素貞會說我是個良家婦女啊，她怎麼可能跟許仙說我是一條蛇呢？那會把許仙嚇死的，對不對，艾雲？所以白素貞一定告訴許仙說我是一位良家婦女所以不可能告訴許仙她是一條蛇，對不對？好，那端午節那一天我們會做什麼事情呢？我們會吃粽子，很好，吃粽子。我們也會喝雄黃酒，我們也會在門口掛艾草我們會在門口掛艾草。其實不管掛艾草，或者是喝雄黃酒，或者是掛香囊、掛香包，都是為了驅趕一些蚊蟲，還有蛇，還有害蟲許仙為什麼想驅趕蛇？因為大家都怕蛇。如果蛇爬到你家，你會非常害怕，對不对？所以如果有蛇進到你家裡去，你一定想要把蛇趕走啊。所以驅趕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為你怕被蛇咬，对不对？对。林子說划船，其實不是划船，是划龍舟。端午節的時候我們還會划龍舟Dragon Boat Race， 划龍舟。所以端午節會做這些事情好 OK。 可是他之前好像不怕蛇那個已經是幾千年前的事情了，對不對？幾千年前的事情了。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把一些害蟲或者是蛇驅趕掉，因為如果你家裡有蛇，那是一件蠻恐怖蠻可怕的事情，对不对？這跟他救蛇是兩回事呀。一來，對，我知道，一來你有在大樹中文留言，我有看到了，你要去參加漢語橋比賽，對不對？太厲害了一來太棒了好 OK。 好，到這裡大家有沒有問題？所以許仙聽說喝雄黃酒可以驅趕蛇跟害蟲，所以他要喝雄黃酒，但是他覺得他跟白素貞是夫妻，怎麼可以自己喝雄黄酒而已呢？我太太也要喝雄黄酒啊。古時候會這樣說，我的娘子也要喝雄黃酒啊，怎麼可以只有我喝呢？所以我的娘子一定也要喝到雄黄酒。
好，我們往下看哦。雄黄酒，對，艾草啊。我覺得你們外國人應該不曉得什麼是艾草吧？對不對？我覺得外國人應該不曉得什麼是艾草啊。我不曉得外國有沒有艾草這種東西啊。好，我們往下看。好，許仙偷偷的，為什麼偷偷的？因為許仙發現白素貞好像很不喜歡雄黃酒的味道。白素貞不願意喝雄黃酒，因為我們都知道白素貞其實是蛇變的，當然她不喜歡雄黃酒的味道，所以白素貞不願意喝雄黃酒，所以許仙就偷偷的，他偷偷在白素貞的茶杯裡加了一點雄黃酒，所以白素貞她不曉得她的茶杯裡有雄黃酒。有人的國家有艾草，太好了。好，伊萊你會拉二胡啊？你好厲害，你會拉二胡，你真的很棒哎。什麼時候做直播課啊？老師應該不會做直播課了哦，最近也真的蠻忙的啊。你可以拉給我聽，然後呢，我做成視頻發給大家也可以，好不好？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好。然後白素貞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她喝了雄黃酒。白素貞喝酒後馬上醉了。為什麼她馬上醉了？因為我們都知道，白素貞其實不是人啊，她是一條蛇，所以她馬上被雄黃酒給燻醉了。雄黃酒的味道太濃了，所以她馬上醉了。好，身體突然變回了白蛇的樣子，因為她不能控制自己了，她醉了。因為雄黃酒是蛇的克星，雄黃酒是蛇的克星驅趕是驅逐的意思嗎？我覺得有一點不一樣誒。驅趕我們一般是驅趕一些我們不喜歡的，像剛剛說的蛇或害蟲。驅逐我覺得比較像是人把它驅逐出這個國家驅逐，我們中文說驅逐出境所以我覺得意思有點不一樣。對，燻醉了，他被雄黃酒的味道燻醉了，因為雄黃酒的味道很濃很強烈。對，因為它本身就是蛇，它根本受不了雄黃酒的味道。雄黄酒是蛇的克星，所以它馬上變回了白蛇的樣子所以我們中文會說它馬上現出原形。它的原型就是一條蛇，所以白素貞喝了酒之後馬上現出原形。它的原型並不是美麗的女人，而是一條蛇，所以她喝酒之後醉了，他馬上現出原形，好，那接下來悲劇發生了。許仙看到妻子變成了一條巨大的白蛇，當場被嚇死了。如果你看到一條這麼大、這麼粗、這麼恐怖的蛇，你一定突然看見，你一定會被嚇死。她受不了她就驚嚇過度死掉了。她老公，她的夫君，以前要叫夫君，她的夫君白素貞的夫君被她活活嚇死了。好，她本來是活的，但是她被嚇死了，我們可以說活活被嚇死了。許仙活活被嚇死了。因為他驚嚇過度，所以他被嚇死了，他真的死了，真的死掉了。所以如果你是白素貞，你一定會非常的傷心、後悔跟難過。我的夫君，我的先生怎麼被我嚇死了呢？他一定很傷心、很痛苦好，對，你們看到白素貞啊，她從一個美麗的女人變成了一條這麼大的蛇，巨大的一條白蛇。一般人看到肯定會被嚇死的，她被嚇死了。好，
白素貞酒醒後，看到丈夫死了，非常難過。她聽說崑崙山上有一種仙藥，能起死回生。好，白素貞聽說崑崙山崑崙山是中國西部一座很高大的山，人家都認為那是神仙住的地方。崑崙山一般來說，大家覺得神仙住在崑崙山上面，崑崙山上面是有神仙的，所以白素貞聽說上面有一種仙藥，神仙的藥，神仙的药能起死回生。什麼叫起死回生？就是你吃了這個藥之後，死人會變活人，你會復活。會復活。如果你死了，你吃這個藥，你會活起來。這個叫起死回生。所以白素貞她接下來要去哪裡？她一定要去崑崙山，得到這個仙藥，就可以救許仙，把許仙救活。把許仙救活，把許仙救活。崑崙山是存在的，真的有崑崙山哦。這不是假的。中國真的有一座山叫做崑崙山哦，真的哦。好，那白素貞她要去崑崙山採仙藥，救她的夫君許仙，要救活許仙。這個仙藥是可以起死回生的，她要救活她的夫君許仙。好。為了救丈夫，不是回復，是復活。這個叫復活，起死回生就是復活，來 back to life， 復活。好，起死回生就是復活的意思。耶穌是不是復活過一次？耶穌有起死回生過一次，對不对？好，為了救丈夫，白素貞一個人去尋找仙藥，並和仙人鬥法，最後她終於採到了仙藥。好，各位同學，崑崙山上面有仙藥，那麼一定有一個仙人，那個仙藥是他的。白素貞要得到仙藥，那就要跟仙人 fight， 對不对？他們要 fight， 白素貞才可以得到仙藥。所以呢，他必須跟仙人鬥法。什麼叫鬥法？就是用法術來 PK， 用法術來比誰贏誰輸。所以他們必須用法術來比誰比較厲害，贏的人才可以得到仙藥。所以這個叫鬥法，就是用法術來比誰比較厲害。鬥法。好，耶穌死了第3天之後就復活了。对，耶穌也曾經死而復生，對不對？好，那麼所以各位同學，你看這個就是鬥法，這個是白素貞，這個是仙人，他們都會法術。那他們白素貞要得到仙人的仙藥，他就要跟仙人鬥法，看誰比較厲害，贏的人就可以得到仙藥。對。我的拼音錯了，對不對？是鬥法鬥法。對，鬥法，用法術 PK， 看誰比較厲害，贏的人就可以得到仙藥最後，白素貞贏了，但是我們都知道，應該是贏得很辛苦，很不容易才贏的，因為仙人的法術也很厲害，所以最後白素貞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贏了，她採到了仙藥。好 ，OK， 好的，非常不容易其實我這個故事比較簡單，在真的《白蛇傳》裡面，他跟仙人鬥法是經歷了很多困難，因為仙人的法術比白素貞還厲害，所以真正《白蛇傳》裡面，這個白素貞是經歷了非常多的困難跟挑戰，才得到了仙藥好的。仙人是法海嘛？我這個故事裡沒有提到法海，因為我怕故事太長了好，
仙人不是法海。白素貞把仙药带回来了，許仙吃下以後，果然復活了。好，他吃下了白素貞帶來的仙藥之後，果然起死回生了，他復活了，他活起來了。好，所以仙藥真的很有效，能夠起死回生啊。好，那這個許仙就復活了。許仙就復活了。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好，復活就是本來是死的狀態，那後來就活了起來，許仙知道白蛇為了救自己，經歷了很多危險。白素貞雖然不是一般人，但是一直真心愛着自己。好，那麼許仙了解到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娘子其實是一條蛇精一條蛇精。但是呢，他是真心愛着許仙的，所以他甚至呢不惜冒險去得到仙藥。經歷了很多危險，白素貞雖然不是一般人，我這邊改一下好了，雖然不是普通人，她不是普通人，她是蛇精，她是蛇精，蛇的妖精，她是蛇精。但是呢，白蛇是真心的，她是真心的愛着許仙的，她願意為許仙去死，願意為許仙去冒險，得到仙藥。好。兩人更加珍惜彼此，從此以後，他們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所以呢，許仙最後接受了白素貞，他們兩個人就在一起了，他們過着幸福的日子。那在這個白蛇傳的小說裡面他們後來還生了一個兒子白素貞跟許仙後來還生了一個兒子，但是我的故事裡沒有講的那麼詳細好，那麼這個是白蛇傳大概的故事。好，所以我们就知道這是一則淒美的愛情故事好，愛自己，對啊，許仙因為我的主語是許仙嘛所以主語是許仙，所以這個自己指的當然是許仙。這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你也可以說愛着他，也可以愛着他，也可以。好，如果你怕誤會的話，你可以說愛着他，但是一直真心愛着他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3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不是，他們的兒子呢是一個正常的人，一個正常人。而且呢，你們自己去看小說，他的兒子非常重要，他的兒子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我沒有辦法把故事講得那麼長好愛着許仙呢，這裡的自己當然是許仙了好，真心愛着許仙。其實你講自己，我覺得完全不會誤會，這個就是中文很奇妙的地方，你自己會有一個很厲害的邏輯告訴你，這個自己絕對是許仙所以這個中文很特別，就是這樣子好，劇透。好，問題1，白素貞為什麼來到杭州？好，白素貞她修煉了數千年之後，用法術把自己變成一個美麗的女人，變成一位美麗的女人。那他為什麼要去杭州呢？藍墨說他們的兒子是不是佛？不是，他們的兒子呢，在中文叫文曲星這個太複雜了，你們有興趣自己去買這個白蛇傳的書來看，我覺得非常好看他的兒子後來是文曲星，就是天上的仙人轉世的叫文曲星很好，白素貞來杭州當然是尋找救命恩人。好，秀珍很棒，秀珍教我們一個詞彙叫救命恩人你們一定要記得這個詞彙叫救命恩人。
好，你們不要說救命之人、救命的恩人，都不要。中文就有一個 life savior， 就叫救命恩人，這個就是一個特定的詞彙，把它記起來。白素貞為什麼到杭州？因為她要去找她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啊，就是幾千年前曾經救過她的那個書生。哦，對，她是為了來報恩，對不對？很好，這個答案也很棒。白素貞到杭州是為了報恩 ，repay the kindness。白素貞是來報恩的，報恩的啊。問題二，端午節那天發生了什麼事？遇到命中注定的心上人，也可以。好，端午節那天發生了什麼事？許仙知道在端午節那天啊，他聽說為了驅趕蛇還有害蟲，應該要喝那個酒，對不對？叫什麼酒？那他就偷偷的在白素貞的茶杯裡加了什麼酒？對，很好，雄黃酒。那雄黃酒是蛇的克星，所以白素貞喝了雄黄酒之後，他就醉了，然後他就現出原形，他的原型就是一條巨蛇，對不对？那天發生了什麼事呢？白素貞要報答救命恩人就好了，救命恩人就可以了。很好，白素貞喝了雄黄酒，變成了一條巨蛇。許仙怎麼了？許仙看到巨蛇，他怎麼了？他怎麼了？好，剛剛我說過，他驚嚇過度，對不對？被嚇死了。許仙驚嚇過度，被活活嚇死了。許仙被活活嚇死了啊！活活嚇死了。好，許仙死了，所以白素貞她的夫君死了，被他自己嚇死的啊。許仙去世了嗎？曾經死過，曾經死過。許仙被自己的妻子嚇死了。原來我的太太是一條蛇，而且是一條巨蛇。他被巨蛇嚇死了，好，被活活嚇死了。許仙逝世了，死了就好了。各位同學，當你用逝世這個詞一定是一個比較有名的人，我們才會用逝世。去世的話，一般是你的親人或長輩。在這裡，因為它只是一則故事而已，我們就說許仙死了就好了。我們不要說許仙去世了，好奇怪。許仙逝世了更奇怪。我們就因為在故事裡面，我們就說許仙死了，被活活嚇死了就好了。好 Mandarin 說，端午節那天，許仙偷偷在白素貞的茶杯裡加了雄黃酒，白素貞喝了以後現出原形，結果許仙被他活活嚇死了。好，對，再來我們看一下問題3，白素貞為什麼要去崑崙山呢？白素貞為什麼要去崑崙山呢？自己的夫君被嚇死了之後，身為娘子的她一定要想辦法救自己的夫君，對不对？所以怎麼辦呢？你們回答的都很好啊。對，許仙死了。好，因為白素貞啊，聽說崑崙山上面有什麼？有仙藥，他知道這個仙藥可以起死回生，可以救活他的夫君，可以復活他的夫君，所以呢，白素貞去崑崙山是要找仙藥來救活許仙，救活許仙。當然，我們剛剛有看到故事說，白素貞在崑崙山上遇到了仙人，跟仙人鬥法，後來呢，歷經了千辛萬苦，才採到了仙藥，才採到了仙藥。
好，當然他的先生也被他救活了，他的夫君也被他救活了哦。好 ，OK， 好，3個問題你們都回答得很好，我們來快速的念一下今天學過的單詞，你們也想一想這些單詞是什麼意思哦。好，來第一個報答，報答，珍惜，珍惜，復活。剛剛還有另外一個詞彙叫起死回生，起死回生哦。好，害蟲，害蟲，有很多害蟲，對不對？蟑螂，還有什麼是害蟲？不一定是昆蟲哦，就是大家不喜歡的那種東西都可以叫害蟲，像蜈蚣、蜘蛛、蟑螂。你們不喜歡的東西，這些小動物、小昆蟲都算是害蟲哦。好，蝗蟲等等哦，巨大。報答跟補償有一點不一樣哦。報答跟報恩的意思比較像，報答跟報恩的意思比較像 ，repay the kindness。但是報答跟補償是不一樣的。好，成親，古時候的人說結婚就叫成親，對，文字很好，文字成親。好，那麼今天的故事《白蛇傳》，希望大家喜歡。如果你們喜歡的話，請在下面留言告訴老師，老師我很喜歡這種傳統的民間故事。那如果你覺得今天的故事太難，你可以再看一遍。如果你對今天的故事有興趣，你可以真的去買一本《白蛇傳》的書，好好的把它看完。我覺得你一定會很喜歡這個故事哦。好，那麼我們禮拜4見嘍，大家晚安，早點休息，拜拜。